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这次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多良久美子女士的著作《80岁真正的人生从现在开始》这本书。本书推荐给那些想要消除不安、学会享受日常生活的人。在书中，作者表示，他该做的事都已经做完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只需要享受每一天。现如今，他的人生满意度几乎接近了100%。作者感慨道：“原来我也能迎来这样幸福的时光。”他的人生终于要开始一段能尽情做自己想做之事的日子了。其中，作者最期待的是50多岁时开始的编织爱好。在这几十年来，他一边忙于家务、照顾家人、工作，一边在碎片化的时间里坚持着这份兴趣。而现在，他终于能有充裕的时间全心投入其中，这让他感到无比喜悦。怀着这样的心情，作者迎来了80岁，而现实也确实如他所想那样展开了。旁人可能很难想象作者的状况会被称为幸福。他55岁的儿子，因幼年时脑炎后遗症，从4岁起就成为重度智力障碍者。他平日住在附近的福利机构，周末才回家。他的女儿因癌症在46岁那年早逝，丈夫今年85岁，随时可能需要照护。而作者自己，也并非可以高枕无忧的年纪。这样的生活，的确看似危险而脆弱，但目前仍然保持着一种平衡。他已经退休，该做的事都已完成。现在，活下来的3人仍然健康，过着安静平和的每一天。当然，他也明白这份平衡随时可能被打破。今后，人生一定还会有起伏，但无论发生什么，作者都会告诉自己，无论怎样，我都会想办法去面对，去努力。作者建议不要为未来烦恼，每天只要想着先度过今天，如此日复一日的坚持下去就好。他回忆道，自己原本是个内向胆小的孩子，总是躲在6个性格坚强的姐姐身后生活，遇到什么事都有姐姐们保护他，所以他也变得有些依赖。但在儿子成为残障者之后，作者不得不变得坚强。他不能陷入消沉，如果他倒下了，家庭就会崩溃。当然，烦恼和不安依然会出现，但他努力不让自己被他们吞没。他训练自己不去想怎么办，而是去想要怎样才能变好。与其一味烦恼，不如思考自己现在能做些什么，做什么能让情况哪怕好一点。这种思维方式成了他继续向前的动力。作者认为，带着积极的心情入睡很重要，有时也会因为烦恼和不安而睡不着。但渐渐的他明白了，此刻再怎么想，也得不到答案，那不如睡吧。珍贵的睡眠时间可不能浪费在瞎想上。即使有挂心的事，他也会在睡前告诉自己，明天我就这样做吧。于是，他的心情会变得积极，睡得也更香。第二天早上醒来时，也能以轻快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天。就这样，作者每天都只是努力度过今天，一步步走到了现在。因为忙于面对眼前的每一天，他反而很少去想遥远的未来。毕竟，未来的事情谁也无法预知，想太多只会徒增不安。与其为不可知的将来担心，不如专注于今天、明天能做的事，只想着1个月后也要健康的活着。作者觉得，这就是积极生活的秘诀。好的日子与坏的日子都不会永远持续，正因如此，才要尽情享受好的时光。作者之所以不再为未来烦恼，是因为亲身体会到，无论好坏，世事都不会永远持续。即使跌入谷底，也终会迎来上升的时刻；即使深陷困境，看不见出口，也总会有终点。同样的，好的时光也不会永远存在，总会有下降的阶段。人生就是好与坏的循环往复，因此，他学会了在好时光里尽情享受，这样即便之后再次陷入低谷，也能对自己说，那时我已经那么开心地度过了，现在再加油一次吧。如今，作者的处境，从旁人看来，
也许是岌岌可危，理由多得很。毕竟她和丈夫是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妇，加上一个残障的儿子。但现在，她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，这是来之不易的机会，不尽情享受，那就太可惜了。于是，她选择全心投入于当下的快乐。至于未来若再遇到困难，到时候再去努力应对就好。关键是专注于眼前的事。作者还会刻意让自己学会切换，就像在心中准备好几个开关。如果心里有5件挂念的事，他就准备5个开关。当第一个开关打开时，就只专注那一件事，其他4个都关闭，不去想。这有点像一种心理训练，但重复多了，就成了自然的能力。他把这种方法推荐给有烦恼的朋友。几年后，朋友告诉他，通过训练，他真的学会了切换心情，甚至因为烦恼减少，眩晕症也有所改善。果然，切换是需要训练的。如果周末不能外出，作者就改在平日出门，不与他人比较。他有他自己的快乐方式。他曾想过普通的生活，但现实中有很多事情并不能如愿。他53岁那年，28岁的儿子进入了福利机构生活。每逢周末，儿子就会从机构回到家中，于是他决定平日各忙各的，周末就留给家人。然而，社区的活动、各种集会，大多都集中在周末，他不得不放弃那些活动。取而代之的是，他开始想着，那就享受平日能做的事吧，不再羡慕那些能自由外出的人，而是告诉自己，我就在家里，也能好好度过。若想外出，那就选在平日。他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乐趣。过去，作者也常常拿自己和别人比较。当他的儿子生病时，看着周围那些健康的孩子，他感到非常沮丧。为了改变这种环境，他甚至选择了搬家。他一直认为逃避不是办法，但那一次，他确实选择了逃离。在新的环境里，作者决定不再和别人比较，只是专心抚养好儿子。可即便如此，最初那段时间，他仍然常常陷入比较的痛苦之中。直到他真正接受儿子的病情那一刻，他才终于能想，不去和别人比，我就是我。当然，有时他仍会有羡慕的念头，会想，为什么只有我这样呢？但每次他都会提醒自己，与其羡慕，不如去做自己也能享受的事。他刻意训练自己去切换思维，也许这也是一种训练吧。不知不觉间，他已不再羡慕他人，也不再自怨自艾。听到别人说孙子要来玩了，他也不会想，真好啊，我家没有孙子。他只是淡然地想，别人有别人的人生，我有我的生活，我去发现，去享受我能做的事情就好。能这样想之后，人生变得轻松多了。作者从不认为过去的日子更好，因为对他而言，现在才是最好的时光。回顾过去，作者经历过许多逆境，但他总想着，明天能比今天稍微好一点吗？于是，一步步努力生活，动脑筋去想办法，去改进，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。正因为想让事情变得更好，他才不断尝试新的方法，始终向前。这一直是他生命的动力。即便面对艰辛，只要自己想办法克服，心情也会为之一振。有人到了高龄会说，过去的日子更好，但作者从未这么想。他一直觉得，现在和过去都很好。而且，如果总说过去好，反而让自己可怜。毕竟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他都是拼尽全力的生活着。回头看年轻时的自己，确实缺乏经验，也有些幼稚和无知。现在的他，有许多事情不会再做了，但当时，他也是尽了全力。虽然能力有限，但他已经尽了自己所能的最佳努力。他从不逃避，总是正面迎接挑战，所以，他没有后悔。每次遇到类似的事情，他都会想着，下一次尝试用更好的方式去面对。不管回想人生中的哪一幕，
都没有任何浪费。正是这些经历，造就了现在的他。每一次困难，都成为了下一次挑战的力量。正因为如此，如今80多岁的作者，心中没有不安，每一天都充满乐趣。他从不因为年纪而设限，到了80岁，也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做不了了。他仍然能做很多事，还有许多想做的事。对年龄，他没有太多负面情绪。现在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7岁，而他还没到那个年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有想做的事，他的心思全在那上面。从现在起，作者的人生才真正开始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